征，你看，是吧？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在了解了清迈各个大相营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清迈古城中最著名的寺庙启迪龙寺。启迪龙寺是需要买门票的，每人50泰铢。上哪儿去？那咱俩就转转吧。检票进入后，首先看到的是城市柱。在泰国的城市基本上都有一个城市柱，清迈城市柱是清迈的国柱神庙，在神殿的底下供奉着很多神圣的祭品，受到泰国人特别是清迈人的崇拜，可以说是城市的支柱中心。相传城市柱是被神灵带到凡间来保护清迈居民的。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的龙脑橡树，屹立多年，被认为是清迈守护者，神圣而庄严，非常壮观。据说启迪龙寺内有3棵龙脑橡树，传说一旦它们倒塌，清迈就会遭遇灾难。清迈的城市柱也被称为因塔印柱，意思是因陀罗之柱，清迈的城市之柱。每年从佛历6月的下弦月，也就是5月中旬左右开始，清迈都会举行一个独特盛大的庆典，名为清迈城市柱节盛典。一般来说，活动会持续6到8天。届时，数以万计的清迈人蜂拥而至，聚集到启迪龙寺祭拜祈福。因为清迈人民相信，城市柱代表着清迈的繁荣与昌盛。因为在传统的戒律中，城市柱是气场较强大且严格管制的场所。直到现在，人们依然遵守着古训，不允许女性近距离接触城市柱。不过，在启迪龙寺中央以及大殿跟其他旁殿，也都可以进行献花祈福仪式。今天大殿似乎正在修缮，沿着大殿旁边的小路走过去，就是规模宏大的启迪龙寺了。其实清迈城市柱原本并不在启迪龙寺这里，据说清迈城市柱是兰纳第1代王孟来王于公元1296年4月12日建立清迈城时，首次树立在因塔华洛洛路上的因塔印寺中。这座寺庙就在现在的清迈3王纪念碑的旁边。因塔印寺字面意思为城市中心寺庙。后来公元1800年，当时清迈统治者第1代清迈王卡维拉将新清迈城市重新命名，意思是作为因陀罗宝石居所的伟大新城。同年，他便将清迈城市柱移植到启迪龙寺内的一座神殿里，以保佑清迈，一直保存至今。卡维拉远往南邦府统治者，1796年成为清迈统治者。为了表彰卡维拉在保卫泰国北方对抗缅甸方面做出的贡献，泰国拉玛1世国王任命卡维拉为清迈国王，也就是后来人们所提到的第1代清迈王。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清迈古城内目前仍旧最高的建筑启迪龙寺大佛塔面前。启迪在泰语中就是佛塔的意思，启迪龙寺因此而得名，所以启迪龙寺又名大佛塔寺。从正门走到大佛塔，可见在大佛塔东面是后来新建的大佛殿。据说佛殿入口处有一尊立佛，是原启迪龙寺建造时一同建造的。启迪龙寺位于清迈古城的中心，是清迈最大最有名的寺庙，也可以说是清迈的历史标志和城市地标。大佛塔虽然看上去损毁严重，但依然是清迈古城中最雄伟壮观的建筑。走在启迪龙寺巍峨屹立的佛塔下，能感受到古朴而独特的气息。如今寺内仍旧清幽静雅，旁边一座座好像别墅的房屋排列整洁，寺中的古树有青翠婆娑，也有耸入云天。僧侣大都是显得悠然淡定。其实在启迪龙寺有一项特别受欢迎的活动，那就是参加著名的僧侣聊天俱乐部。寺里的僧侣们很友好，很乐意与游客聊天，谈论佛教僧侣的生活以及文化和宗教，这对于练习英语语言技能都是特别有帮助的。启迪龙寺大佛塔呈4方形，看上去有点像埃及的金字塔，不知可不可以说是清迈金字塔呢？这座传统兰纳设计风格的佛塔，塔身用红砖层层堆砌而成，
四面各有一座高耸的楼梯状的通道通向2层大门，但似乎只有东侧通道有台阶，其他3侧都好像滑梯一样光滑。通道2侧据说有2条那迦，梵语就是蛇的意思。每个楼梯的顶部都有无数的佛像，断掉的塔顶里依然可见一尊金佛。南侧这边还保留有造型惟妙惟肖的5头大象雕塑，西侧也有1头，据说其中5个是后来用水泥修复的。只有最右边没有鼻子没有耳朵的1头大象，是经历多年风吹日晒雨淋原貌遗留下来的。走到4方形佛塔的西南面有黑色的殿堂，据说在殿堂内的玻璃橱窗中端坐着身披袈裟的高僧的蜡像。而佛塔的正西侧大殿也是后来新建的，里面供奉着一尊金色的卧佛。走到大佛塔的西北角，小朋友突然发现一棵奇特果实的神树，原来这树叫炮弹树，就是因为其果实长得很像生了锈的炮弹，并且真的会爆炸而得名。炮弹树还有奇特而芳香美丽的花朵火焰花。据说炮弹树果实炮弹里的果肉是蓝色的，虽然有硬壳，跟椰子差不多，但这蓝色果肉是不能吃的，据说是有苦涩的泥土味。也有人说这树叫佛诞树，不知这说法到底对不对呀？如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大佛塔遗址已被损坏且尚未修复，但看上去仍旧是坚毅挺拔。据说其最初的模样更可谓是雄伟无比，装潢华丽，曾经融合了兰纳、印度、斯里兰卡多种风格，一度是泰北地区最高的建筑，在当地乃至全泰国都相当的有名。这座启迪龙寺大佛塔到底为什么建的？什么时间建的？又怎么会成为现在这般样貌了呢？据说当年兰纳第6世格纳王死后，他的灵魂不得安息，于是托梦给来自缅甸甘普归来的商人，让兰纳第7世圣蒙马王于清迈城中修建一座大佛塔。于是公元1391年，启迪龙寺开始建造。当时的兰纳第7世圣蒙马王想将父亲格纳王的骨灰埋葬在新建造的宏伟华丽的大佛塔下，但圣蒙马王于10年后的1401年去世，而此时启迪龙寺尚未建成，大概是由于建筑结构稳定性的问题，或是兰纳王国政局动荡，启迪龙寺的建设工程一度停滞。事实上，尽管启迪龙寺于1391年动工，但它花了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才建成。最终于1475年，兰纳第9世蒂洛拉王统治时期，大佛塔被加高至90米后才整体竣工。如今在大佛塔东面的楼梯前还立有蒂洛拉王的雕像。据说启迪龙寺初建成时原本是3座寺庙，后来3座寺庙合并成为了现在的启迪龙寺。当时启迪龙寺是清迈最著名最高的建筑，据说站在上面能看到清迈千里之外的景色。公元1464年，一尊玉佛在清莱府一座佛塔中被发现。就在启迪龙寺竣工的几年前，1468年，蒂洛拉王曾指示启迪龙寺将成为供奉玉佛的所在地。直到后来30多年后，玉佛才被请到寺中。接下来的几百年间，著名的玉佛辗转于数个城市供奉。之后，泰国拉玛一世国王才最终把玉佛请到曼谷大皇宫中的玉佛寺内供奉，并沿袭至今。据说在启迪龙寺600周年纪念日，一尊由墨玉制成的玉佛复制品被安置在启迪龙寺楼梯顶部的壁龛中。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启迪龙寺遭到破坏，并导致其沦为目前的废墟状态呢？其实古建筑最怕的就是天灾和人祸。首先是天灾。公元1545年，清迈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导致大佛塔的尖顶一夜之间塌毁，露出了寺庙内供奉着的佛像金身。
后来1551年在此供奉的玉佛被迁至老挝的琅勃拉邦。其次是人祸，据说在16世纪，郑昭率领军民驱逐缅甸人并收复清迈，但在此缅泰战争中，启迪龙寺无法避免地遭到了炮火摧毁，时至今日损害尚未恢复。但即便如此，在此后的500年间，大佛塔依然是清迈最高的建筑。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日本政府出资合作尝试重建启迪龙寺，但该项目似乎未能启动，因为他们无法就其最初的样子达成一致。有人认为重建后的建筑属于泰国风格，而非启迪龙寺原始的兰纳风格，但当地人对所进行的工作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更喜欢植被茂盛的历史真迹。走回启迪龙寺的北边，这里有清迈佛教大学兰纳校区和一座佛教手稿图书馆和博物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清迈的佛寺边上常常都建有学校，这是因为历史上佛寺还承担了教育功能。不仅仅是教育功能，传统时代的佛寺也承担了社区活动中心和丧葬服务中心等众多职能。现在有些佛寺内还能看到固定的小吃摊贩以及泰式按摩院。新建的房屋为古树打开天窗，在启迪龙寺里转了半个多小时，重又回到帕跑考路上，此时正好是中午1点半。紧邻着启迪龙寺北边，还有一座珍贵的纯兰纳风格柚木建造的寺庙，始建于14世纪，于1876年重建的盼道寺。盼道原是1000个火炉的意思，因为这里曾经是铸造佛像的场所。据说台北许多重要佛寺的佛像，甚至连隔壁启迪龙寺里的佛像，也都是从这里所铸造出来的。据说1875年，第7世清迈王英塔拉维柴亚暖将第5世清迈王马哈塔拉帕特曾经居住的柚木大殿拆解捐赠给了盼道寺。这批柚木在盼道寺被建成了一座新的大殿。还有说法是，这大殿是第5代清迈王自己生前修的金殿。但无论如何，盼道寺这座大殿和清迈王室之间还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他们会在哪边靠边？那边。泰国身为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国家，就连泰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也大都是寺庙，尤其是在泰北玫瑰清迈。据说在清迈大小寺庙总共有300多座，仅在清迈古城内就有34座。今天计划把清迈古城内知名的寺庙都转一转，同时还要去一个关于了解清迈历史最为重要的地方看看。那接下来我们会去哪里呢？咱们下期继续吧。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记得关注三叔，我们不见不散。